有没有想过，假如谣言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由一群精英人才和蜥蜴人统治，政府不过是他们手下的伪装。故事还得从一个邋遢的男人在白宫外疯狂自爆说起。他称美国政府虚有图表，总统即将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于是遭到红外线警告。本作主角小丽及时赶到，他接走父亲，心虚地告诉路人，美国还是自由的灯塔，我们始终崇尚民主，但事实上这个世界被精英团统治。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管理起来越来越麻烦，于是显影公司孕育而生，方便快捷隐瞒谣言的真相。而今天是小丽的升职日，男人是他的父亲兰德，曾经也是这个公司领头人的一份子，不过遭到了强制退休。小丽算是女承父业，然而她升职的原因正是将蠢笨不堪下飞机楼梯都会摔跤的总统替换成一个她负责研究的人工智能。可小丽带领的团队一贯懒散，他们嗑药监视，甚至在美国登月基地拍摄现场拍照，将隐瞒条约置之脑后而不顾。可小丽显得格格不入，得知古板的小丽即将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顿时整个团队怨声载道。只有小丽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的走进了交接办公室内，上司 JR 狠狠地夸赞了小丽一顿。13岁成为麻省理工尖子生的天才儿童，小丽是继他父亲之后公司内的顶尖天才，但她的性格太差了，遭到了无数人投诉，团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小丽质问 JR 升职的事情还算数吗？她想证明哪怕是女承父业，她本身的实力也不输任何人。为此她日日熬夜007，熊猫看了她一眼都得叫亲戚。 JR 表示升职没问题，但他临时带来了一个男员工负责帮小丽管理团队，于是小丽在完全管理团队道路上多了一个绊脚石小布。 JR 说走就走，小丽只能带着新人参观办公室，见小布高兴地跟人工智能总统打招呼。小丽惊讶，他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她问小布究竟是怎么获得这个职位的，没想到小布说自己只是在宴会上和 JR 聊天， JR 觉得他很会说话，于是便把他招了进来。偏偏小丽手下的人都很喜欢小布，公关部负责引导人类视线的奇迹美国人臀基因改造人格兰，会读心的通灵蘑菇麦可，生化部的制毒大师安德烈。小布飞快地融入4人之中，还给队伍取名乌合之众。小丽感觉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时麦可告诉小丽自己可以帮忙给小布下毒。别说，小丽还真有点心动了。可麦可却是故意逗小丽。小丽愤愤地回到家中，和父亲兰德说起这件事儿。得知女儿的团队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给瓜分后，兰德愤怒地表示 JR 不是个东西，自己当初就是被这样赶出来的。但事实上，兰德是因为喝多了要炸掉太阳才遭到开除。小丽下定决心搞个大的，把人工智能完全研究出来，这样她还是团队的 top， 用人工智能代替美国总统，甚至模拟了调戏秘书的对话。小丽的研究成功了，这个假总统和真总统一样讨厌。不但如此，为了防止人工智能暴走，总统被设定成了爱国者。小丽还准备了强制关机的程序，这研究得到了精英团队的认可。当 JR 准备宣布将功劳上报时，小布带着贝果走了进来，众人非常高兴地围了上去。JR 脱口而出小布的名字，让精英团将小布当作重点关注对象。于是小布在瞬间就顶替了小丽不眠不休研究的功劳。人一旦倒霉起来，连研究出来的机器都要给自己添堵。事后小丽找小布谈话，准备用工作的苦闷和精神压力将小布吓出团队。但前脚还在担忧无事可做的小布，后又傻乎乎地乐了起来，这让小丽更加不解。她开始调查小布的生平，试图在员工会议上揭穿小布的真面目。没想到小布普通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腹肌照成功获得了团队好感。至于小丽的歇斯底里，却让 JR 心生不满，认为小丽这种天才太容易崩溃了，于是将小丽这个核心人员从人工智能总统项目当中剔除，由小布全权负责之后的安排。他是始皇吃花椒，赢麻了。但小布从未担过这样的大任，但黑衣保镖迅速用机器人替换了总统。麦可安慰小布，除非人工智能变智障，这件事儿绝对不会有半点问题。小布心中慌乱不已，看着监控画面显示假总统成功和别国总统友好会晤，团队顿时欢呼起来。而就在这时，人工智能恍惚如梦初醒，说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后看见美国优先的世界还是很感动，于是他揭穿了美式公平实则是美国优先的事实。琪琪乃至整个小队愣在原地。这时小丽和父亲正在家抱怨公司，听见人工智能称要改变美国，将军费投入新项目中，建造美立方，将美国保护起来。小丽不敢置信，这人工智能咋没有按程序走呢？兰德早有预料，原来他早就改了智能程序，只要小丽被开，程序就会暴走。这下美国乱成了一锅粥， JR 也坐不住了，因为精英团给他打电话发警告了。小布也向小丽发来求助，现在整个公司都崩溃了。为了请求小丽回来帮忙，小布拼命道歉贬低自己。兰德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被踢出局的小丽
帮忙，总得付出点代价吧。小丽头疼不已，却还是答应了控制机械总统，并让小布带好装备一起出发。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不幸的是，小丽两个都摊上了，因为小布的迷之操作烧毁了自己的指纹，导致俩人只能通过出租车赶往贾总统所在的酒店。一下车，门外就是一排排的黑衣保镖。这时，小布摸出墨镜，靠着兄弟会手势，顺利骗过了黑衣保镖，摸进了贾总统的房间。小丽大喊启动关机程序，没想到贾总统冷笑，他早已删除了那段程序。能够改写自己程序的人工智能让小丽兴奋不已，他的研究有大进展了。贾总统比真美国总统还要爱国，并表示美国需要退出全球化发展，所以这其实是拜登和川普的结合体嘛。小丽反驳了这话，贾总统就不以为然。小丽见他油盐不进，便拆掉手机链接总统大脑，让他在短短几分钟通过脸书微博感受人间险恶。于是贾总统的爱国被磨灭，他大彻大悟，他认为人类这东西就不该存在，所以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准备发射核弹，而目标是全世界。小丽阻拦未果，被摔倒在地，小布去救他，却被掐住脖子动弹不得，完蛋了，矫枉过正。这一波是脸书微博毁灭世界的胜利。小丽摸出道具烧毁贾总统的脸，保镖们立刻闯进房间，小丽带着小布跳窗潜逃。这时贾总统回头露出机械头颅，吓呆了保镖，他一手一个咔嚓掉了呆愣的保镖，拎着核武器控制箱冲了出去。五角大楼的军官看着墙上写着参军无条件服从命令，于是立刻准备好了发射指令。而本该潜逃出去的俩人再次翻回了房间，小丽改造了保镖的手枪，使其变成了激光枪，两人破门而出，追着逃跑的贾总统而去。小丽跑了2步，顿时气喘如牛，还好小布常年运动，背着他一路往楼上冲。小丽通知团队配合支援，但因为总统胡乱发言，乌合之众小队已经集体摆烂。这时小布接过平板，开始了他的演讲，鼓舞人心的发言和肯定还真让这4人激动了起来。问小布需要他们做些什么，这时小布将指挥权交给了小丽，小队众人有条不紊的配合起来，控制了外界的公关和释放真总统。而追着贾总统的俩人一路冲上了天台，本以为对方无路可逃，可谁知道楼顶居然有一对情侣开着直升机求婚。于是贾总统给这场求婚送上了 surprise， 他控制直升飞机离开，在起飞前小丽和小布冲了上去，小布和总统扭打在一起，小布一边挨打一边夸小丽，这人工智能做的还挺牛。贾总统将他扔到了直升机门口挂着，小布让小丽赶紧开枪。贾总统一边打开核武器操控箱，一边胸有成竹地说小丽不会动手。小布震惊，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贾总统却明白他是小丽的毕生心血。小丽阅览脸书、熟读微博，深知人心险恶，才被开除没多久，估计对人类失望透顶了。小丽烦躁不已，最近这段时间所有人都对她的性格指指点点，不过有句话没说错，她是真的很难相处。所以小丽切断了贾总统的身体，机械倒下冰镇红酒的水桶砸在他头上，被控制的飞机恢复正常。小丽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该被开除，小布却认为他才是那个该走的人。小丽一离开，整个公司都没法运作了，但小丽却想开了。虽然小布是猪队友，但运气确实不错，他也需要一个能调解团队的人。于是俩人和解，一同解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之后小丽的回归受到了 JR 的欢迎，仿佛开除这件事儿不曾存在。真总统在红外线威胁下否认了美丽方的提案，不再残暴，只是无能的总统，让众人放心了下来。小布请众人喝酒，小丽难得同意，一群人其乐融融地走出公司。但此时公司最下方的禁区内，被损坏的仅剩下半边身体的机械总统正通过监控摄像观察着小丽的一举一动。上期的阴谋办公室内突然出现的小布夺走了小丽的位置，但在俩人解决了贾总统后又和好如初，准备一同管理团队。正如贾总统所说的那样，小丽舍不得自己的毕生心血，没有毁掉贾总统，而是将他作为研究对象存放在地下最深处的禁地内，并不厌其烦地研究起贾总统。显然儿子是斗不过妈的，贾总统屡屡在小丽跟前碰壁。管理人类神秘现象、掩藏真相的乌合之众小队在小丽和小布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在一群人最倾全力将真贾总统事件遗忘时，上次 JR 发来噩耗，之前贾总统项目是公司的财政超负荷了，经营团队公司失误不满，停止了部分投资， JR 只能取消黑胶唱片的杂音，停止麦田怪圈的开发，但这还不能够挽回岌岌可危的金钱，所以部门内决定裁掉一个人。虽然小布答应的很快，可他从未做过裁人这种坏事，一离开会议室就紧张的呕吐。小布认为反正要裁员，不如就把自己这个没干正事的裁了，可他一个无薪实习生能值几个钱？见小布脱口一句经验就是无价的薪资，机械臂怜悯地摸了摸他的脑袋。小丽本打算先瞒下这件事，可小布紧张过度，一进门就说漏了嘴。乌合之众小队
乱作一团，没人想离开这个岗位。小丽看着快打起来的几人，立刻发言，表示自己还没有做出决定，随后就带着小布离开了办公室。4名队员纷纷抱怨起来。这时蘑菇麦克声称自己一定要留在这里，哪怕是用尽手段拍小丽的马屁。随后众人纷纷附和，可小丽并不准备将他们开除，而是将手伸向了其他部门。因为部门大裁减，JR 还砍掉了人体器官克隆，喝坏肝脏继续换新的兰德不爽了，他决定和 JR 好好谈谈。小丽穿过人与动物杂交实验室，在和克隆实验室的负责人交流时，发现这地方存放了很多基因备份，全部都在巨大的冷冻箱内低温保存。负责人告诉小布，这些东西遇到热量会变得不稳定。一旁的小丽不慎失手，被复制了一只手臂出来。临走前，她带上了手臂出门。而两人的最后一站则是暗杀部，负责人就是暗杀了肯尼迪的男人草蛋阿特金森。小布激动地问起枪杀肯尼迪的原因，草蛋却说肯尼迪和外星人发生了关系，并且还怀了孕，他只能在蛋孵出来前解决了他。不过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接过任务了，而且工资比 JR 还高。随即 JR 瞬间就同意了将他炒掉的事情。这下乌合之众小队呆住了，还没等小丽宣布这个喜讯，他突然发现以往十分难管的员工，现在为了不被炒鱿鱼，正想尽办法讨好自己，这让小丽十分受用。琪琪带着小丽和小布参加了公关部，见识了小黄人的话语被放慢后的玄机。为了讨好小丽，琪琪大费周章，甚至用新闻去夸赞小丽的马尾。剩下的3人也是如此，他们强迫自己去听小丽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并主动邀请小丽去唱歌，这是小丽从未有过的待遇，受欢迎程度简直比得上小布了。另一边，因为 JR 叫停了人体克隆实验，兰德拿不到肾脏克隆，愤怒的在网上曝光了 JR 戴假发在荡秋千的时候鸡飞蛋打的事情。不但如此，他还嘲笑了 JR 的搞笑喜剧，但 JR 却不能直接攻击兰德，因为他手中还有大量显影公司的股份，一旦杀了兰德，股份将会落到他的前妻多美子身上，这可不行。 JR 视财如命，可兰德发出去的视频已经在公司传开了。 JR 接到了兰德的电话，对方表示只要愿意给他肾，他愿意拿任何东西去交换，包括显影公司的股份。 JR 没想到以往善于算计人心的家伙，如今却变成这颓废模样，于是他计上心头。另一边，高歌一曲之后，小丽享受着以往只有小布能体验的待遇，不过这种欺骗手段用不长久，小布陪着他骗了队友好几次。小丽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是时候该宣布真相了。乌合之众开心的等来了不用离职的消息，可在得知被开除的人是草蛋的时候，整个小队一下翻脸，因为草蛋是整个显影公司最受欢迎的人，他们4人曾经在草蛋的劝导下才获得新生。因为这一个开除举动，小丽遭到了队友的排挤，就连最受欢迎的小布也被牵连，从小布甜甜变成破芭比男娃。品尝过被捧起的滋味，小丽已经回不去了，她要想办法证明草蛋值得高薪水的存在，要将草蛋带回公司只有一个办法。于是她联合小布一起行动，小布负责通知草蛋，小丽则去克隆实验室放出肯尼迪克隆体。而就在小丽转身的时候，那个克隆体放出了更多的肯尼迪，小丽瞬间遭到了包围，肯尼迪们将她塞进冰柜，并释放出了所有克隆实验室的人类，导致艾薇儿和猫王的克隆体满世界乱跑。小布找到草蛋，说肯尼迪的克隆体失控逃脱了，草蛋举枪射击，但因人老力衰，这一枪并没有瞄准肯尼迪，偏偏枪内的子弹还清空了，小布只好拿出喷雾点火烧掉肯尼迪，但他却忘了这些克隆体一旦接触热量就会彻底暴走。面对异形肯尼迪，草蛋让小布先跑，自己却被变异的肯尼迪抓住，小布只好100米冲刺，和冷冻室内自救成功的小丽碰头，保安立刻封闭了公司。眼见变异肯尼迪穷追不舍，小丽意识到这玩意儿一旦逃脱，变异膨胀的身躯在进化中就会吞噬整个纽约。她一边要求小布保密，一边将他带进了存放假总统的禁地。没想到进室内，琪琪等人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小丽，原来她的失手让琪琪他们混了进来，并抓住了把柄，发现了她在下方悄悄饲养反社会心理的假总统。置换蘑菇强烈谴责小丽，饲养杀人倾向的假总统，最该离职的人是小丽才对。小丽白眼一翻，之前她离职1周不到，公司就崩溃了，但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楼层上方的异形肯尼迪。小丽让安德烈合成化合物溶解异形，能杀死人的化合物，安德烈几年前就弄出来了，还卖给了孟山都赚了外快。小丽又真用了格兰的海豚气孔，并让麦克假装诱饵勾引肯尼迪。计划安排妥当，苦于没有地图，于是假总统给了他一份地图，并保证绝对不是为了逃跑记下来的。于是格兰一拍墙面，弹出武器库，几人拿了武器，只剩下一把枪在里面。小丽怀疑假总统会不会故意引诱他们上当，但现在他也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视财如命的 JR 去见了兰德，没想到兰德在酒精戒断之后，精明的头脑又回来了，利用 JR 当初丢人的小视频做威
胁，这样不但赔了新鲜肾脏，又被坑了一波公司股份。另一边，显影公司内部，麦克披上了玛丽莲梦露的皮肤，在大厅唱歌演出异形肯尼迪，麦克吓得惊声尖叫，小丽开车载着他引开异形，奇迹见这恐怖画面，光想着牡丹花吓死了，扑倒小布就连啃数口。安德烈注射好化学合成物，格兰纵身一跃，从气孔吐出液体，肯尼迪庞大的身躯瞬间膨胀炸毁，只剩下一个脑袋，他顺着螃蟹腿就想逃跑，却被草弹一枪毙命。众人欢呼着将草弹举起来庆祝。被薅了羊毛的 JR 回到公司，问小丽开除了草弹没有。小丽果断说自己真正的计划其实不是开除，而是清除克隆部损耗大量冷冻费用的克隆人，这确实省下了一大笔钱。JR 高兴地问小丽是怎么想到的。麦克本打算告状禁地的假总统，最后在小丽的注视下，他又改口夸赞小丽是个优秀领导，两边达成了制衡关系。于是草弹再一次成了办公室英雄。不过这次小丽却明白人气不重要，重要的还得看有没有人支持自己。小丽带着自己的克隆手回家，并给她如今的基因爹带了肯尼迪的新鲜肾脏。父女俩一个收获了支持，一个坑了 JR， 喝着小酒畅谈人生。之后为了奖励假总统给地图，小丽还给他找了份礼物，当然不是假总统心心念念的机器人身体，而是老友记的光盘。假总统觉得这毫无价值，但没有想到有公司花了1个亿买下了他的版权，金钱的味道使假总统迅速沦陷。今天讲的是《阴谋办公室》第1季第3集，关于蜥蜴人的故事。风和日丽的早上，小丽的妈妈多美子和前夫兰德离婚后，将她扫地出门，并出版了自身经历改编小说，讲述女人与自恋丈夫离婚，在照顾患有阿斯伯格症女儿的同时，与高质量男性生活的幸福故事。小丽震惊，她否认自己有自闭症，却在父亲的行李中找到了一只机械小熊的躯体。兰德告诉小丽，这是为了帮小丽走出自闭而制作的礼物，可小丽完全没有印象。接走父亲后，小丽带着新研究成果卷王机械手臂，一人完成3人的工作量。此时办公室内响起警笛， JR 带着噩耗冲进了办公室，原因是他在回邮件的时候不小心点了全部发送，而这个邮件内有一些对爬行人类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小布不解，爬行人类是嘛玩意儿啊？ JR 给他科普，爬行人类就是蜥蜴人，他们伪装成人类混迹于社会，大多数人都是高层或者大明星，可偏偏蜥蜴人是显影公司最大投资人，他们投资作为交换，显影公司就是去阻止人类对全球变暖做应对措施，这样的温度对蜥蜴人来说最舒适。为了保住今年的经费， JR 决定在1年1度的蜥蜴人大会上狂拍他们马屁。小布恰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据他描述，当时在学校兄弟会里被羞辱的越惨的人就越受欢迎。小布那时是人见人爱，但比起社交牛逼症的小布，小丽就显得非常抗拒。格兰更是光明正大的种族歧视。 JR 为了不让他们说出涉嫌种族歧视的话语，特意为几人报了培训班，老师提议大家拥抱示好。会议上，小布表现优越，一看就是社交恐怖分子，小丽却十分抗拒和人拥抱的亲密举动。小布张开怀抱靠近她时，被升龙拳打飞，于是小丽被 JR 勒令在宴会开始前改正毛病。表现优越的小布则成为了 JR 看中的演讲官。小布劝他干脆放弃参与这次宴会，但小丽却产生了好奇，她想查出自己为什么讨厌拥抱。父亲兰德看了前妻的自传后，不认同前妻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于是愤恨地维修起小丽小时候的机械熊玩具，试图证明自己是个靠谱的爹。见兰德试图用机械小熊举证亲情，小丽看着自己的卷王机械手臂，心中缓缓升起了一个念头。宴会开始， JR 再三嘱咐小队众人千万不要搞砸这件事儿了，结果 JR 自己忘记了会议口令，进门只好出示他的账户余额。一进大门，小布激动不已，梅梅和英国女王居然都在会议中，而且2人摇身一变都成了蜥蜴人。一旁的蚁人演员保罗凑到2人身旁，3人高举酒杯庆祝晚宴。琪琪感慨，难怪保罗一直没有变老，原来他们都是蜥蜴人。 JR 给几人安排好了定位，让小布去练习演讲。琪琪盯梢格兰别说种族歧视的话语，小丽去厕所换上了改装的假手臂。准备演讲的小布在宴会遇到大学时兄弟会的好友，才惊讶地得知他们原来是蜥蜴人。他捐出了1个肾都不知道的秘密，只是因为还没达到兄弟会6级 VIP。为了拿6级戒指，小布不惜脱衣求兄弟羞辱，这边的气氛陡然结了起来。JR 找到小丽，带她去见了显影公司的大金主，爬行人类最
最高理事会夫妻。而这对夫妻果然看见了 JR 的群发短信，决定看看 JR 的诚意，才考虑继续投资。眼看着几人拥抱在即，小丽只好伸出机械臂去赌一把，没想到力道刚刚好，还给夫妻俩做了个正鼓。两人对小丽非常满意，会长夫人很喜欢小丽干枯的皮肤，甚至嘱咐 JR 一定要带小丽来听演讲。之后，小丽靠着机械臂成为了全场最佳正鼓师傅，连 Facebook 的总裁都赞叹不已。随着晚会演讲入座， JR 惊恐地发现小布不见了。台上蜥蜴人会长已经开始他的演讲，大大夸奖了在人类世界的蜥蜴人们产出文艺作品，譬如蜥蜴人形象的广告角色，人和蜥蜴人恋爱的电影《水星物语》，以及游戏中知名的蜥蜴人角色。而随着会长的演讲结束，小布却始终没有接 JR 的电话。兄弟会的好友将小布塞进管道内，满心都是6级戒指的小布哪里还记得自己的演讲任务？在爬行的管道途中被老鼠扯下了眼罩，他才发现所谓的好友其实一直都在背地里嘲笑他，而他也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只是被那些人有意羞辱罢了。在接受了悲剧的真相后，小布还遭到了老鼠群的袭击， JR 迟迟打不通电话，自己又不小心弄脏了裤子，只能让小丽赶鸭子上架。好在小丽之前靠着机械臂刷了不少好感，哪怕上去随便讲2句，会长也会为他站台，更不要说他还带了一波节奏，大骂人类和蜥蜴人都讨厌的对象亚特兰蒂斯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只要你骂亚特兰人，蜥蜴人就会群体狂欢。小丽的演讲大成功，她立刻拆开香槟庆祝，却忘了机械臂不防水，随着香槟的酒水涌出，机械臂被香槟酒浇得电流乱窜。会长决定继续投资显影公司，他走上前想和小丽拥抱庆祝，这时悲剧发生了，失控的机械臂扯断了会长的手臂，蓝色血液喷涌而出，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场面一度失控。会长夫人下令抓住小丽，小丽吓得掉头就跑，躲开蜥蜴人的追击，正好和气不过开车准备离开的小布遇上，两人立刻逃离了现场。 JR 和乌合之众死人也被赶出了宴会，别说拉投资了，这下估计要演变成蜥蜴人和人类之间的大战了。而潜逃的小丽和小布同为天涯沦落人，两人聊起了今晚痛苦的遭遇。小丽发现自己的记忆似乎出了点问题，她想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拥抱是什么时候了。可在听了小布被朋友戏耍的经历后，小丽只觉得他比自己还要倒霉。她告诉小布，朋友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羞辱，而是互相倾诉体谅对方。两人相视一笑，这时蜥蜴警察追了上来，凶手小丽遭遇逮捕。JR 大发善心，为他请来了免费律师琪琪。法官判决以牙还牙，扯下小丽的手臂作为报复。可蜥蜴人的手臂能再生，小丽这个人类就不行啊！于是勇敢琪琪果断开喷，率先请出受害人小布以及曾遭遇过小丽迫害的队友。大家纷纷表示，小丽不是种族歧视故意扯断会长手臂，而是她本身就有心理疾病。众所周知，精神病能免除死刑，更别说区区断手惩罚了。而小丽父亲兰德来得更加及时，他带着机械小熊走进法院。小丽见自己要进监狱，而父亲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顿时崩溃不已，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无法拥抱他人。可当父亲的机械小熊抱住他的时候，小丽顿时想起了自己遗失的记忆。她小时候确实见过这个机械小熊，因为兰德不懂关爱，于是造出了一个机械小熊来拥抱小丽。但这个机械小熊每次都暗中偷袭，连小丽和对象贴他都要搞破坏。他给小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这也是小丽为什么不能拥抱别人的根本原因。被亲爹的操作整出了心理阴影，现在只有兰德能给他的心理阴影作证。小丽质问他是个好父亲吗？兰德摸着哥斯拉2000发誓自己是个好父亲。但除了基因和家，兰德研究出了机械熊，也只给了小丽严重的心理阴影。法庭上的蜥蜴人大为震撼，如此塑料的父女情真是世间罕有。小丽失望，因为她这个毛病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了。兰德只好走下来和她拥抱，小丽不习惯，给了兰德一拳头。法官见事实真是如此，于是敲定惩罚小丽的方案，是让所有蜥蜴人去拥抱小丽。看起来是皆大欢喜，但抱着抱着，这群蜥蜴人们就不对劲儿了，他们居然在聚众瑟瑟。小布见前兄弟会好友扑了进去，自己也险些冲进蜥蜴人群，但他立即反应过来，自己才不要为了合群和100多号人聚众瑟瑟。而逃出蜥蜴人的小丽则将自己的机械手臂赠予了蜥蜴会长，方便他的手臂再生之前的备用。于是蜥蜴会长很满意，再次和 JR 签订了合同，哪怕撕上了法庭，但生意还是生意。兰德坐着小熊邀请小丽搭顺风车，小丽表示自己是在容忍兰德，兰德何尝不是呢？家庭关系不一定是爱，更多的是一种容忍包容，人无完人，能接受你差劲儿的一面，并帮助你改善缺点，这才是家庭存在的意义。小布的交友经历也是如此，为合群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兄弟会姐妹会是国外校内的交友组织，一般入会需要完
完成一些任务。不少这种组织的任务都玩得比较大，可总有人一头扎进去，并不一定是想交友，仅仅只是为了合群，最后却成了他人眼里的笑话。好在最后小布想开了，比起强行合群，还是要先合自己的心意。今天讲的是阴谋办公室第1季第4集，小丽崎岖坎坷的恋爱之路。这天，崇尚爱情的多美子约小丽见自己的情人，并打算给女儿介绍对象，但小丽一口拒绝，爱情只会影响她崇高事业的进步。事实上，她的崇高事业早就被小布的无人机作家打了个粉碎。最近，显影公司收购了全美最大交友 App， 不少男人在里面放飞自我，他们的小鸟图都被数据收集了下来。JR 让小丽把这些图统计出来，用来威胁美国政府高层。于是，在场众人开始下注，猜小丽上次见的小鸟图是几年前。显然，这群不务正业的队员对小丽这个无情的工作机器的私生活非常关心，所有人都猜她什么时候能找到对象。4比1，赌小丽孤独终老。不堪受辱的小丽在小鸟图的包围下拍照寻找起约会对象，结果看电影剧透影子政府检测约会对象 DNA， 在短短几天内，小丽被整个华盛顿的男人甩了一遍。意识到这样埋头找不行，小丽用老友记第2季引诱假总统给自己打工，筛选数据库匹配出最合适的人选。布莱恩单身，温和，喜欢被人打断说话，他和小丽匹配度高达 99.999%， 几乎天生一对，没有搞砸的可能性。但小丽知道科学没有100%，前任还跟她说过，只要冥王星还是行星，他就一直爱着小丽。以防万一，小丽决定制造个假布莱恩，用来模拟约会的情况。小丽花费几小时研究出的布莱恩机器人很成功，不过只有头的她险些吓死自己。小丽果断调低了她的意识反应，点开了重启，成功收获了不错的反响。她相信自己这次一定能成功。与此同时，办公室内，琪琪根据交友 App 给小布颜值打分，引来了格兰注意。他兴致勃勃的参与，照片却另辟蹊径，1到10分，硬是刷出了隐藏款的0分。小布安慰他，脸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内心。格兰却说自己要是有小布的脸，绝对会大受欢迎。琪琪和安德烈嗅到了商机，他们决定给2人换脸。安德烈一口麻药下去，差点把自己吸晕，因为格兰的脸凹凸不平，直接换脸会跳戏到隔壁生化危机。于是安德烈将2人的脑子给换了。格兰看着小布英俊的面容，潸然落泪，太帅了，拍个鸟图交友先。另一边，小丽则跟着布莱恩出门模拟约会，刚落座，真布莱恩居然也进了这家餐厅。小丽大惊失色，担心被布莱恩看见，她带着机器人撤离，结果服务员摔了一跤，小丽被兜头浇菜。真布莱恩发现了她，小丽绝不承认自己就是小丽，她坚称自己只是个喜欢斯巴达的意大利后厨，社死1000，她死800。小丽明白她已经失去良人了，没想到机械布莱恩主动请缨，虽然才诞生几个小时，但他希望能够成为小丽的男友。看着麦克的嘲讽，小丽拍板决定只说脱单，又没说一定要跟谁脱单，所以小丽决定和机械男友谈恋爱。琪琪和麦克都觉得她疯了，却因为被钻了漏洞无可奈何。因为小丽连限制级模式都造出来了，但即使2人谈了恋爱，小丽仍然不喜欢过多交流。当机械布莱恩问她要不要见家长时，小丽立刻调低了假布莱恩的思维。体验了换脸的格兰和小布此刻的待遇是天差地别。格兰在小布的身体里感受到什么叫做买衣服被推选成为模特，有漂亮的女模特相伴，路边的运钞车爆炸都会主动送一笔钱给他。格兰感动得嚎啕大哭，而小布因为顶着格兰的脸，出门买热饮不再是免费。他试图让身后的客人请客，但却因为是人臀的脸，吓得别人以为他是性变态。小布成了人人喊打的变态，还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他打电话给格兰求助，但格兰却告诉他，每周还有个固定任务，就是被自己的前妻大骂发泄，这也是离婚协议中的一部分。小布只好硬着头皮去，没想到因为他善于倾听聊天，使得格兰的前妻怦然心动，旧情复燃，燃起来了。在心理医生的鼓励之下，小布被迫完成了生命大和谐。而刚开始享受人生的格兰，在当天晚上就遭到了现实的痛击，因为在调情的时候老聊内战胜利，被2位模特甩了不说，上架才1天的海报也被致敬谍影重重的伯恩重重给替换了。格兰不理解，他找小布质问，却得到了头顶发绿的消息，一怒之下将小布痛打一顿。有心理感应的麦克发现了青青大草原，直呼血亏。小布心虚地告诉格兰，有时候内心确实比外貌重要。格兰一气之下要求换回自己的身体。而和机械男友宅在家2天后，兰德回到住处就发现女儿的对象鸠占鹊巢，甚至敢向他伸手要钱。兰德吐槽小丽，自己才出去2天，他就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这回轮到小丽惊讶了，自己居然2天没干过正经事儿，恋爱竟让人变得如此颓废。小丽觉得这不 OK， 她让贾布莱恩
恩自己去地下室维修断腿，他则回到研究室和贾总统抱怨，一谈对象就2天没做正事。贾总统吐槽他就是不敢跟真人交流。小丽被激将法一击，立刻给真布莱恩发了短信，但他还是害怕沟通，被贾总统看了出来。小丽遭到了嘲讽，决定不给贾总统看老友记的第3部，不理会贾总统的气急败坏。小丽只身回到家中，她给真布莱恩发了消息，机械布莱恩发现了这件事，他决定甩了小丽，再制造一个机械小丽和自己交往。可他却把机械小丽的自信调得太高了，没等真小丽取消自信心高度，机械小丽先抓住了他的手，一拳打烂了操控台，把小丽炸晕了过去。自信满满的假小丽只愿意和真布莱恩交往，将他制造出来的假布莱恩还没接近，就被机械小丽给瞬间秒杀。等真小丽醒来，机械小丽化好妆，将真布莱恩约到了博物馆见面。看着比自己自信许多倍的机械小丽离开，小丽解开绳索，一路追到了博物馆外。机械小丽对布莱恩上下其手，满意的品鉴对方的琥珀眼，并献上了香吻一枚。布莱恩招架不住，找了个借口去上厕所，小丽马上追了过去。他告诉布莱恩，和他约会的小丽不是真的小丽。布莱恩恍然大悟，将机械小丽当做他之前见到的那个满口偏见的小丽。小丽脸不红心不跳，将锅甩给了假小丽。他让布莱恩躲好，自己独自去对付机械小丽。对方又怎会不知道他要来？两人在博物馆里大打出手。机械小丽有他的记忆，要不是穿着高跟鞋，小丽还真不是他的对手。被机械小丽掐住脖子后，小丽拽开他的电线，机械小丽率先开口：135归你，246归我，周末让他单休1天。效率确实高得惊人，但小丽不可能同意。于是机械小丽痛下杀手。虽然小丽在身体素质和自信上比不过机械小丽，但对方有一个巨大的缺点，那就是机械小丽有真铁骨。所以当身后的磁铁发动时，机械小丽被瞬间吸到了磁铁上。在失去技能之前，她告诉小丽自己已经倾囊相授了，让她赶紧去找布莱恩。小丽大惊，原来机械的自己是想帮她摆脱不自信，但为时已晚。小丽带走了布莱恩，她解释了一切的来龙去脉，鼓起勇气问布莱恩愿不愿意约会，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拒绝。布莱恩想约会，却过不了自己的机械体被杀的坎儿。小丽明白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于是小丽叫来了压线小组，清空了布莱恩的记忆，但并没有回收到机械小丽。换回了身体的格兰也找到了前妻，因为不会说话的嘴又一次得罪了对方。小丽则回到了静室，贾总统迫切地用大数据讨好小丽，为她升级重新筛选出了一些新的高质量男性。小丽龙心大悦，赏了贾总统看老友记第3季的机会。当一个小镇的人都被化学药剂污染，记忆永远被困在80年代会怎样？这天，小布利用公司的全息技术体验了久违的家庭聚会，小丽赶紧制止他，因为 JR 又下达了新的命令，他带着一堆80年代剩下的产品出现了。原来显影公司于1984年在怀俄明州的静止谷做了第1场消除记忆的实验，因为药物效果太好，导致谷内人记忆停留在80年代。在 JR 看来，那就是个天然的销售点，公司会将80年代后被取缔召回的产品带到那里销售盈利。为了长久的赚钱，显影公司每隔几年都会在那边喷洒药物。这次轮到乌合小众小队去了，小丽大惊，为了卖点废弃物就把一群人困在80年代，这也太不道德了吧。可惜道德在金钱面前毫无作用。小布很喜欢80年代，对这次任务非常积极，他甚至提议大家都停用手机，伪装成80年代的人。虽然团队怨声载道，但小丽却难得同意了他，毕竟要全面伪装，以免暴露真相。小布非常兴奋，他将自己打扮一番，穿上80年代最常见的造型。琪琪不理解，明明小布是90后，喜欢的东西却这么怪。小布称自己是80老剧迷，小丽认为这些所谓的美好回忆不过是人的记忆在作祟，他就从来没有80年代电视剧的记忆，因为兰德将电视机扔掉，让他专心研究科学了。不过小布已经深陷其中，因为不让带智能手机，躲在后方偷偷刷高科技的麦克没有注意飞机舱门打开，他和记忆清除药物一起掉了下去，就连他的裤子降落伞也不幸落地，麦克一头摔进了森林。小丽只好停止返程，先下去找麦克的踪迹。没想到森林里的4个小孩因为暑假出来冒险，捡到了倒在树林里的麦克。麦克吸食了记忆清除液，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几个孩子把他当做了来自外星的蘑菇人，热情十足地将麦克带回了家。等小丽他们追过来的时候，只能看到地上的自行车轮胎印。格兰认为那是越共探头，要小心
心事。可小丽却慌了，假如麦克暴露了真相， JR 一定会要他们血洗小镇的。除了爱打仗的格兰外，小队都不愿意做那种事。偏偏小丽加急造出来的无人机也被路过的猫头鹰给毁了。无奈之下，乌合小队只能深入小镇，亲自去镇上寻找麦克。可小丽根本不了解80年代，镇上警察开影视剧玩笑她都不知道。好在80通的小布在，他谎称他们是一家人，成功骗过了警察，并顺利在小镇买了套房子，由格兰充当教师爸爸，琪琪担任报社记者妈妈。安德烈因为是亚裔，被安上了中餐馆老板的身份，而小布则拉着小丽要当异卵双胞胎，此间乐不思工作。至于被孩子们带走的麦克，躲过了大人搜查衣柜，他想不起自己的记忆，故意说自己被一群低等生物用针扎了。四小孩便惊恐地怀疑麦克被做人体实验了。正好这时麦克的全息手表通讯出现，孩子们对麦克的身份更加确定。小女孩主动请麦克吃糖果，却被麦克嫌弃难吃，他的态度烂得惊人，脏话不要钱的往外吐，和想象中的友善外星人电影完全不同。一群小朋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21世纪的人冒充20世纪80年代的人。小布带着小丽和安德烈去商场找人，看着电视上不断推销的广告，小布感慨这才是购物，没有智能手机，只有脏电话亭啊，时代的眼泪。小丽不能理解，是网购次日达不香了，还是从不接打电话的智能手机锁不住你的心了？安德烈更是凄惨，镇上的女孩和他调情，却总带着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奇怪的口音，合掌鞠躬，甚至他一说话就有敲铜锣的声音。 What the hell was that? 小丽和安德烈险些被逼疯，不过小布变得异常粘人，因为80年代每个团体都有小圈子。小布决定给他们取名小布一族。冒充老师父亲角色的格兰在课堂上被学生叫板，先是遭到了死亡诗社 cosplay， 然后又被热爱跳舞的学生反驳。准备体罚学生时还被校长发现，没想到校长反过来支持格兰的体罚，毕竟80年代的法律还没有变动。琪琪的工作不太顺利，和如今一瓜接一瓜的现代社会相比，80年代的报社如一潭死水。最大的新闻竟是给冰淇淋辟谣，辟谣的冰淇淋竟要动官方报社。这冰淇淋想必是蓝色海洋牌吧，一看就是老牌产品了，又当又立。小镇的新闻真是叫琪琪看不下去，他重操旧业，开始了公关工作。今天一天的经历让乌合之众感到疲倦，琪琪加班加点工作，格兰忙着体罚学生，安德烈这个亚裔只要开口说话，声音后面必然跟着铜锣声，弄得他精神紧张，产生恐惧。小布赶紧安抚几人的情绪。当他们在玩角色扮演的时候，小丽已经利用有限材料制造出了探测器，她查到了麦克的定位，准备把人带回来后就离开小镇。小布却阻拦了他，现在是全家看电影的时间了，童年经典怎能错过？小丽终于反应过来了，小布借他们缅怀80年代，这会儿上头了，不愿意走了。被揭穿的小布试图狡辩，小丽却不给他面子，他只是说小布之所以有美好幻想，是因为有一种叫脑虫的东西会让人类无视正经工作，争论所谓的捉鬼敢死队。其实捉鬼敢死队一点都不好看，被揭穿真相还被骂了最爱的童年回忆，小布委屈极了。小丽算什么双胞胎，根本不了解他，本来就不是双胞胎的小丽懵了。而为了能继续留在这里，小布铤而走险，装了一滴记忆消除液，没想到储存箱年久失修，造成泄漏事故。被化学液体浸透的小布因为太喜欢80年代，导致暴走了。另一边，麦克躲在房间抽烟喝酒，毁童年的真面目暴露。小孩们发现麦克不是好外星人，决定将他赶走，但麦克不愿自己行动，他们只好骑车将麦克送回原地。于是匆匆赶到现场的小丽一行人又扑了个空。小丽反思后觉得自己可能说话太狠，三人劝导他，80年代对小布有着不同的意义，要想了解小布，最好从80年代的意义开始了解。于是小丽借了格兰的卡，冲到家庭影院将所有的碟片看了一遍，她还是无法理解小布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直到小丽看见了一部经典家庭喜剧，里面那对父母孩子的对话和小布在全息模拟室内看见的一模一样，所以小丽猜小布对80年代的执念就是家人。搭顺风车还嘲讽司机，男孩恼羞成怒，一个刹车，麦克瞬间 cos ET 外星人。不过 ET 是人车起飞，麦克是单独坠崖。伴随着小孩大骂他毁童年，祝他早日被政府战胜的声音下，麦克摔在了找他的3人车前，险些被撞得当场出殡。好在冲击力使麦克恢复了记忆，但等着他们的竟然
然是黑化暴走的小布。麦克等人吓得惊声尖叫，小布这状态明显是怀旧药嗑多了。琪琪抢过一旁主持人的直播，自己站到摄像头前开始发言。小布带着毛绒玩具、机器人等小兵冲向了乌合之众小队，外面被小布搅得天翻地覆。小丽察觉到后，立刻带着改造的模仿捉鬼敢死队的装备出现，嘴上说看不明白不了解，你果然还是真香啦。就在两人使用能力冲击波的时候，小布操纵人偶偷袭了小丽，能量箱炸开，围观的三人比小丽还悲痛。英年早逝，没了你我们可咋办呢？小丽被失控的小布抓住，他想用失忆液洗脑小丽，却被知道他愿望的小丽用录像带劝导。小布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有2个哥哥1个姐姐，三人的表现都很出色。小布每次都会被家人无视，他只能独自在家看着情景电影过生日。所谓回到80年代，只不过是他想拥有一个和电视剧里一样的家庭。小丽懂他，因为他的家人也很渣。同病相怜的两人虽然没有靠谱的家人，但可以将同事们当做自己的家人。小布幡然醒悟，仔细想想，他性格呆萌，在劝导下走出人生阴霾也不是不可能。劫后余生的几人紧紧相拥。小布说自己想开了，要离开虚假的80年代，回归真正的21世纪。没想到这话被围观群众听见，误以为小丽他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于是希望借助他们的时光机回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理想中最好的30年前。当时的亚洲人都统称为中国人。安德烈受不了，骂骂咧咧的开口，又被一声铜锣惊了回去，典型的上世纪刻板印象。在那之后，小丽没着急回去，她和小布的友谊升温，约好了一起看了老片子《七宝奇谋》。童年的片子再重温，三观时常会受到很大冲击。没错，我说的就是你，钟馗传说。这天早上，支持地平说的信徒大闹美国白宫，而星影公司的人却心知肚明，地球其实是空心的，内部藏有很多奇葩的怪物，譬如鼹鼠人。不过小丽现在最担心的是，她的母亲多美子已经开始搞硬核版追求自我，决定自己和自己结婚了。而小丽要想尽办法瞒住父亲，不然兰德知道真相后，这场婚礼绝对会出现史诗级混乱。提供婚宴轮船的 JR 给小布安排了一个任务，伪装成有钱人在轮船上，假意购买他的轮船，炒高价格。事后小布将会得到 JR 的夸奖，而小丽则等着这个噩梦结束，她期待已久的度假就要开始了。为此，她特意回家一趟隐藏行程，却发现兰德正在直播给人鼓吹地平说，还掏出了冒牌天神的海报作证。这群信徒深信不疑，但兰德这么做仅是为了给 JR 添堵。小丽便谎称周末自己要加班，立刻逃出家门，让门外伪造天气的员工盯紧了兰德，千万别把他放跑了。员工表示 OK。 婚宴上，小丽精神紧绷，多美子去劝她享受人生。另一边，安德烈上了轮船后，格兰大义灭亲，化身缉毒大师，安德烈瞬间失去他的精神药物，可惜受害的也只有他。兰德因为纽扣伤人事件被健硕的保安赶去一旁吃虾， JR 则带着富豪们参加游艇。小布打扮成上个世纪的花花先生出现在几人面前， JR 恼怒质问他干什么，结果小布伪装者上身，给自己写了套人设，并坚称他是海外的王子。 JR 还没来得及教训他，这时亚马逊的总裁登场，小布这出淤泥而不染的人设立刻吸引了他。哦，这该死的比我还有钱的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JR 也没想到有钱人的品味竟怪成这样。而此时在家造谣地平说的兰德得知信徒们买了一艘小船要前往世界尽头，他立刻谎报了一串坐标。紧接着兰德发现小丽落在家里的行程单，他立刻嗅到了前妻要结婚的味道，于是兰德找了个借口登上了地平说的小船。婚宴上，小丽计划完美，格兰受挫落败海鸥，安德烈无药可救，在游艇上出现了戒断反应。婚礼就照常举办了起来，主持人还请了小辣椒的演员。而婚宴才刚刚开始，兰德就带着地平说信徒闯了进来，前任夫妻在轮船上相互争执。兰德认为多美子结婚是在故意吸引他的注意，多美子却认为他是自作多情。前任夫妻俩大吵大闹，小丽赶紧上前阻止，没想到地平说信徒们发现被骗，质问兰德为何要欺骗他们，在油管造谣有这么快乐吗？小丽悄悄告诉领头真相，地球其实是空的，只是显影公司挡住了出口。领头怒火中烧，不信谣不传谣，地球一定是平面的，随即掏出枪劫持了整个游艇。结婚结到一半被地平说信徒劫持，小丽的所有计划全都被亲爹给坑了。劫匪控制轮船后立刻毁掉了无线电通讯，自己当上了船长，质问众人知不知道地球的终点在哪里。多美子指责造成这一切的兰德，离婚的两人再次争吵起来。小丽躲进了小房间，联系上了在场外的格兰，得知场内混进不速之客的格兰
兰打起精神，决定一雪前耻，钻进通风管道，准备潜入室内。室内的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对被劫持这件事愤愤不平。劫匪拿了个桶给他，让他在里面解决生理需求。贝索斯只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员工，如今被别人这么针对，简直奇耻大辱。但更羞辱的还在后面。地平说首领执意要去地球尽头，并打算用杀死人质的手段逼迫他人带路。首领决定从世界首富开始杀。贝索斯立刻闭上了眼睛，没想到首领的枪却指向了小布。毕竟能相信地平说的人，也会轻易相信小布营造的人设。为了让贝索斯活着购买 JR 的游艇，小布主动顶包世界首富名头，称自己虽然每年都交税，但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然后他就遭到了劫匪的绑架。唯一的战士格兰却因为健硕的体格中途落败于通风管道。小丽的计划再一次失败，她被绑到了父母身边。小丽让两人配合一点，去引开劫匪注意，自己混进轮船操控室修好无线电求助。但这对冤家夫妻只会吵架，就连劫匪都嫌他们麻烦。这时小丽心生一计，她告诉地平说首领，只要把兰德关起来，让多美子继续完成婚礼，自己就会带他去地球的终点。于是首领立刻将兰德关了起来。乌合之众小队也遭到了关押，而多美子的婚礼还在继续。贝索斯落座后愤怒不已，因为小布现在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世界第2富豪了。他决定买下小布中意的轮船，证明自己比他更加有钱。JR 简直狂喜。小丽则抓住机会，声称自己没戴戒指，让首领替多美子念结婚宣言，自己则假借找戒指的借口，悄悄绕到船长室，利用改装的炸弹将劫匪炸晕了过去，开始维修船内的无线电通讯。被关押的兰德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怒发冲冠，看到嗑不到药倒地抽搐又哭又闹的安德烈，兰德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带着奋起的乌合之众小队一窝蜂地冲出了地下室，和劫匪们打作一团。贝索斯见外界乱成一团，放弃购买计划，甩开 JR 躲进了卫生间避难。小丽还在惬意地维修通讯器。奇迹和敌人战斗时开枪扫射了通风管道，被卡住的格兰成功逃离。小丽顺利联系到外界求助，刚爆出一个坐标点，下方飞来的子弹又一次打爆了无线电通讯。小丽这才发现轮船上乱作一团，自己原定婚宴后的旅行彻底报废。而造成这一切的父母还在干架，小丽直接摆烂，抱着蛋糕啃了一口，就跳上救生艇，准备让船上的人自生自灭了。没想到地平说首领立刻追了上来，麦克试图阻拦，却被打掉了 Dick。众所周知，蘑菇置换，安德烈又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见小丽被俘虏，多美子和兰德也紧随其后跳上了小船。小丽大惊，可这逗我玩呢？是什么让乌合之众小队陷入困境，在混乱不堪的轮船上发出对生活的质疑？正是践行地平说的信徒首领的自信，他挟持了小丽朝地球的尽头赶去。众人只能在船边看着他们离开。救生艇上的父母还在吵架，小丽骂骂咧咧，自己本来安排好了一切，但这两个人总能因为互相伤害，最后波及到他身上。首领让他别逼逼，先开船。小丽假装指路，实则透过耳麦给船上的格兰报坐标。JR 不明白他为何朝公海开，但磕了麦克 Dick 的安德烈冷静了下来。他想起那是地球中心的入口，于是麦克赶紧让他再吸一口，算出路线。之前收到小丽求助信号，军情6处的特工赶到现场， JR 立刻要来了卫星通讯，让显影公司打开地下世界的通道。安德烈大呼不妙，现在打开通道，小丽和他父母必然被水流一起带下去。 JR 立刻指挥格兰赶去救人。看着眼前朝下流去的海水越来越近，船上的3人意识到不妙，海里翻腾的格兰跑不动了，一声嚎叫喊来了海豹突击队。千钧一发之际，拦下了小丽的救生艇。这时海面下的挡板升起，小丽等人劫后余生，但地平说信徒仍不肯回头，他决定从这个地方绕过去，回到澳大利亚重新开始生活。小丽只好揭开真相，下方是地球中心，根本不是什么终点。可对方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导，想也不想就从船上跳了下去。多美子和兰德赶紧安慰小丽，说不定下面只有1.2米高的鼹鼠人会把她当成国王，以后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小丽只好叹气，她的行程已经泡汤，只希望两人在回家路上别给她添堵。没想到经历生死的兰德和多美子大彻大悟，觉得阳光正好，气氛独特，还有小丽在眼前做证人。兰德希望能和多美子再次复婚，这简直是比 SCP 收容所出逃还恐怖。小丽赶紧让格兰叫来海豹，将兰德抓走，并迅速在救生艇上完成了多美子的自驾婚礼。随着格兰从水中跃起，这场气氛独特的婚礼正式结束。小丽他们返回了救援小船，军情6处的特工上来搭话。以往的小丽或许会直接拒绝，但今天的小丽决定开启新的人生。JR 也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处理轮船
船的拌饭，让海怪吃下去，然后他拿保险。结果贝索斯还在轮船的卫生间见资本家英年早逝，小船上的众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干翻资本主义。在上集的婚宴中，小丽邂逅军情六处的特工，但对方来势汹汹。一觉醒来，小丽发现自己竟然睡了英国地下特工。回想昨晚的荒唐，她只觉得地球生活略显漫长，但男方却异常满意，起床给她做饭。这时刺客打上门来，小丽趁机开溜，特工动作潇洒，行云流水，解决了刺客，准备享受爱情的萌芽。见小丽无情的离开，特工雷夫不敢置信，要知道他可是屈指可数的万人迷男性，但这一切都不能影响到小丽的无情。回到办公室的小丽得到了整个团队八卦的眼神，人类的本质就是探寻他人的八卦。显然团队众人十分中意雷夫的身份，尤其是小布，他从小就觉得自己该做特工，毕竟他的家长在外面就一直宣称小布不是自己的孩子。放下小布悲惨的前半段人生不谈，小丽称自己和雷夫只是露水情缘，以后他们不可能再见面了。话音刚落， JR 带着雷夫走进办公室，当场打了小丽的脸。据说最近某小岛上有一个骷髅纸博士在对民众使用记忆消除、心智控制的手段，邪影公司收到了军情六处的委托，要逮捕并阻止博士的邪恶计划。小丽纳闷，咱们公司不也会用药洗脑吗？安德烈上周才用记忆消除液让自己忘记了绝命毒师的大结局。 JR 不承认自己看中了骷髅纸的海景房，他点名让小丽支援雷夫，小丽面上答应了下来，心中却非常的不满，他一点都不想和雷夫组队。琪琪劝他不喜欢就干脆拒绝。可小丽和前男友分手时，因为话说得太绝，就连魔鬼看见他都自愧不如，这让小丽觉得良心遭到了谴责。偏偏雷夫还在他的办公室全裸蹲他，小丽心情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试探了。接着抓捕骷髅纸博士的任务开始，小丽负责指挥，她让雷夫秘密行动，雷夫却高调的破窗而入，敌方刺客将他团团围住。小丽提醒雷夫使用脚下的小道具，回旋飞镖瞬间秒杀面前的敌人。乌合之众小队看杂耍似的鼓掌，小丽让雷夫赶紧办事赶紧走。这时骷髅纸博士出现了，雷夫让他放弃抵抗，因为他已经穿透博士的防线了。骷髅纸博士不屑一顾，让他有本事再穿一次。琪琪觉得这两人说话 gay 里 gay 气的，小丽赶紧叫停。这时骷髅纸掏出自己的记忆清空大炮，于是小丽立刻让雷夫使用纳米机器人轻松拆解了博士的阿姆斯特朗回旋煤气大炮。雷夫将博士逮捕归案，对着屏幕后的小丽深情表白，小队众人纷纷起哄。小丽终于受不了了，决定找个机会和雷夫说分手。没想到雷夫一听分手就崩溃，在餐厅内又哭又闹，毫不伤心。围观群众议论纷纷，认为小丽是超级渣女，逼得小丽不得不改口。雷夫这才开心地说他已经在看房子了，就等小丽搬过来和他同居了。小丽将分手的事情告诉小队众人，她今年好不容易艳遇一次，居然想着分手，众人都不是很理解。小布觉得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小丽觉得雷夫太过粘人，于是琪琪给他出了个主意，通过显影公司的权力直接伪造假死，销声匿迹，让雷夫忘记他，开始新的生活。而整个团队内的人除了小布和小丽之外，都用过假死的幽灵协议，或是为了躲仇人，或是为了享受刺激。小丽有些纠结，为了躲避男人的短信就要假死一次，会不会太亏？正这时小丽收到了雷夫的短信，见雷夫连孩子长啥样都想好了，小丽当即拍板决定死上一死。另一边骷髅纸博士被逮捕后， JR 挪用了员工养老基金，将原本属于博士的房子低价回收，打算改造成出租房出售。就连邪恶中介都觉得他体内的资本主义血脉实在恐怖。小丽则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特意在雷夫面前实施假死计划。在雷夫视线中的慢动作内，安德烈载着草弹杀到现场，疯狂开枪扫射小丽。随后小丽假装身受重伤，从桥上摔进了下方刚好路过的垃圾船，随后一声爆炸响起，雷夫痛彻心扉。格兰趁机将小丽打捞起来，喜提假死分手的小丽高兴地迎接了自己的葬礼，她甚至连悼词都写好了，虽然那群同事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悼念结束，雷夫抱住棺材伤心大哭，小布赶紧上去安慰，谁知雷夫还不放弃，发誓要找出杀害小丽的真凶。小布只好岔开话题，说谁都有可能是凶手。雷夫茅塞顿开，是啊，明明是在小丽的葬礼上，同事们却毫无礼貌地勾搭牧师，
毁坏花圈拍摄，他们的嫌疑都很大。于是雷夫叫上小布帮忙调查，小布向往特工生活，立刻就同意了下来，甚至还将喝醉了酒的雷夫带到了乌合之众的扑克之夜聚会点。小丽不得不躲到了后厨，雷夫强行加入了这场扑克对局。在他看来，这一桌子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于是他扔下巨额赌注试探。$5一局的扑克竟是遭到了外卷，众人心生不满，只有琪琪夹住根了。于是雷夫一口咬定琪琪就是凶手，掀桌子就要开打。小丽只好戴上帽子，假装自己是凶手，绑架了小布，威胁雷夫。雷夫认为是琪琪私藏了凶手，小丽则劝雷夫趁早放弃，回英国去。雷夫愤怒说只有他才懂小丽，他要替小丽报仇。小丽只好先抛下小布，带着小队迅速撤离。雷夫见手无寸铁的小布，决定将自己最后一块能放屁的手表借给了小布防身。此时逃走的小丽几人躲进了琪琪的安全屋，大家一致认为小丽应该说出真相，让雷夫认清现实，放弃这段感情。但小丽却觉得这群人是在自说自话，毕竟他们也都假死过，而且至今都没有向欺骗对象坦白。几人顿时不说话了。正好电视上的骷髅纸博士提醒了小丽，既然没法完全摆脱雷夫，不如给他找点事儿做。于是在 JR 挪用养老金买房的时候，小丽连夜潜入进监狱，找到博士，希望他这个宿敌能给雷夫添堵。谁知道宿敌也早被雷夫缠烦了，现在他在监狱里吃好喝好，还能搞刺绣，追电视剧，除了没有猫，一切都好。博士见小丽苦恼于被雷夫骚扰，便蛊惑小丽去启动他的记忆消除大炮，那玩意儿可以清空人类大脑的记忆，说不定雷夫就能忘却一切呢。小丽果然心动，叫了乌合之众的几人，跑到了博士的海岛上面，准备搭建记忆消失发射器。途中小丽被博士的猫划伤眼睛，尿了一身，她只好去找博士的衣服换上。没想到这时雷夫也带着小布来到了岛上，并称只要找到杀害小丽的凶手后，他就会大开杀戒，杀到最后到美国新闻都会播报他的程度。小布被他吓得咯噔一下，雷夫则带头闯进了海景别墅门内。麦克大惊，雷夫怎么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小布，你又出卖队友了。雷夫得意地笑了，原来他早就在小丽的手机里安了追踪器。小布震惊，就连麦克他们都觉得雷夫疯了，正常人才不会在女友的手机里装追踪器的吧。于是小布立刻叛变，他用会放屁的手表臭晕了雷夫。等雷夫醒来时，他已经被绑了起来，失忆大炮正对着他的面门。小丽穿着骷髅纸博士的衣服，眼睛被划了3道口子，活像个复刻版的反派。小丽对雷夫跟踪自己的行为表示谴责，但仔细想想，自己隐瞒真相的事情也很缺德。于是小丽决定放弃消除雷夫的记忆，而是面对面的说出分手的话来。她就是觉得雷夫是个粘人的神经病，刻板老套，还很自恋，没人会喜欢那样的人。小丽坦诚的话语打动了乌合之众的其他人，于是他们纷纷掏出手机，向之前被自己炸死欺骗的人坦白了真相。至于雷夫要怎么处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骷髅纸博士接手了被绑架的雷夫，见到宿敌的出现，雷夫也顾不上自己刚刚被甩，兴奋地问起博士打算怎么惩罚他。琪琪觉得再这么下去，恐怕氛围会变得很奇怪，于是几人纷纷收拾东西离开，只有安德烈留在原地观摩学习。走出海景房的小丽迎面和带着装修队出现的 JR 撞在一起，两边做贼心虚，又一次隐瞒了真相。还记得小丽那个不靠谱的父亲兰德吗？小丽小时候喜欢忍者神龟，对乌龟做了辐射实验，试图培养自己喜欢的角色。她将小乌龟拿给了兰德，希望获得他的称赞。可兰德不但没有鼓励他，还嘲笑小丽愚蠢的实验害死了乌龟。从此她留下了心理阴影，只要一想到自己和兰德是父女关系，小丽就夜不能寐，连兰德给她打电话，她都会将手机直接物理销毁。小丽时常在想，要是她不是被兰德这个混账爹养大的，人生会不会变得不同？显然小布没有共情感，小丽只好将心思转向了工作。结果 JR 又带了新的任务，登月。小布有些疑惑，登月不是伪造的吗？ JR 给他看了一段录像，1962年肯尼迪为了享受太空度爱提出了登月，结果因为这种新 play 太吸引人，宇航员们一去不回，在月球上抛弃美国，建立了度爱邪教基地。为了不爆发公关危机，显影公司雇佣了库布里
里克拍摄虚假登月视频，而月球从此被列为敌对势力。可就在不久前，他们收到了月球发来的求救信号，需要找人去月球查看具体情况。得知可以远离家人，小丽第一个报名。小布因为上班走神被卷入其中，小丽连夜回家收拾武器，却发现兰德乱丢他的研究成果。听到女儿要去月球，兰德不仅不担心，还让小丽帮忙找找当年他和多美子在月球上旅游玩三人行仪式的墨镜。小丽愤怒地逃出了地球，离开了兰德的他一身轻。抵达月球后，小布看向地球，发现海上还有一片亚特兰蒂斯的位置。原来美国政府每年都在 P 图。两人跟着信号找到了位置，却在那里遇见了登月宇航员巴兹。巴兹将他们带到了月球基地。小丽和小布见到那个雄伟的基地后，顿时愣在了原地。另一边，琪琪和安德烈找上了显影公司雇佣假扮巴兹的演员梅尔文。一听自己要被取消身份，梅尔文使出18般武艺，试图挣扎挽留住巴兹的身份，而安德烈却劝他明天早点来显影公司报道，他有私人消息，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这次美国在里面扮恶人角色，他说不定可以试试海选。月球上，巴兹在前面带路，小丽和小布愣在原地，因为这里完全不像杜爱邪教基地。原来巴兹的队友尼尔死于欲望，于是他痛定思痛，在月球建立了新的乌托邦，将放纵欲望改成了研究欲望。没有重力的世界让人们变得更加年轻。巴兹还研究出了治疗癌症的香烟。为了和地球划分，巴兹在单词里加上了一个月字，形成了越言越语。小布连连夸赞好丰富的文化。而这个基地的能源站前段时间遭到了袭击，所以巴兹才发出信号请求支援。见到小丽手中的能源枪，他不禁夸赞起小丽的天赋。这时一艘飞船不请自来，砸穿了基地的防护罩。飞船里走下来的人竟然是兰德，他和巴兹相看两相厌。兰德曾将梅毒洒满月球基地，而当初和多美子三人行的正是巴兹。30年前的三人行，小布眉头一皱，觉得事有蹊跷。再看小丽，几乎和巴兹异口同声地骂了兰德。小布咯噔一下拽过小丽，暗示他巴兹可能是他亲爹。兰德擅闯月球基地，遭到了月球警察的逮捕。小丽两人只好用太空车将兰德流放到基地外面。小丽质问兰德为什么不说出真相，但兰德却反驳他巴兹不是他的父亲。他问小丽是不是吃错药了，但小丽却觉得不管巴兹如何，都比一个只会打压自己的兰德好。他没法直接告诉巴兹他们可能是父女，于是小丽决定帮助巴兹修复能源，这样巴兹一定会接受他这个女儿了。而在小丽和巴兹赶往能源站的路上，一只月虫破地而出，这就是月球的凹凸不平坑洞的形成原因。联邦政府早就隐瞒了真相。巴兹英勇无畏地冲了上去，他一边控制月虫，一边指导小丽开枪。两人联手杀死月虫后，巴兹称赞他和自己年轻时一样，主动犒劳小丽，带他去了月球集市。另一边，小布留下来看押兰德。气急败坏的兰德决定研制 DNA 检测机器。小布渴望得到夸奖，尤其是兰德这样天才的夸赞，便主动拽下电线，帮兰德研制 DNA 检测机器。最后在兰德的诱惑下，还帮他解开了手铐。此时的地球上 JR 惊慌失措地进入了办公室。梅尔文舍不得巴兹的身份，跑到深夜访谈秀暴露了事情真相。黑袍子的电话都打到 JR 手机上了。琪琪启动了主持人法伦的暗杀模式，梅尔文立刻穿着旱冰鞋就跑路了。而另一边，小布从垃圾桶翻出了巴兹和小丽的 DNA， 经过仪器的扫描，只要30分钟后，他们就能知道小丽的亲生父亲是谁了。小丽则跟着巴兹前去维修能源。巴兹告诉小丽不要被兰德限制了脚步，他是一个天才，不比任何人差。小丽感动得无以复加。此时驱车赶往插基点的兰德见小丽修复了能源，和巴兹有说有笑，他心情十分低落。就在兰德和小布准备拍摄让巴兹丢人的视频时，兰德意外发现了自己遗失的墨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巴兹说的被纵欲害死的尼尔的遗体，这遗体的额头上有一枚子弹。两人立刻猜测凶手就是巴兹，小丽有危险了。巴兹将小丽邀请到别墅内，他劝小丽留下来，毕竟是科学精英。回想在地球遭遇的排挤、添堵的父母，小丽一咬牙一狠心答应了下来。这时巴兹开始放抒情音乐，调暗灯光。没等小丽的那句我应该是你女儿说出口，巴兹差点先把小丽当情妇了。当小丽推开巴兹说出猜测后，巴兹立刻撕破了脸皮，之前友好的人设崩塌。他在暗中计划让月球脱离轨道，并将责任推给帮忙修复能源的小丽身上，自立为月王。在他的操控下，月球脱离了轨道，潮汐瞬间退去，海怪出现在海底。JR 无法接受现实，关上了窗帘。负责逮捕梅尔文的琪琪他们惊慌失措地
地看着外面的滔天巨浪。好不容易逃出别墅的小丽和兰德两人见面，巴兹立刻带着下属追了上来。现在 DNA 图谱还有15分钟才能看见，他们必须要先毁掉能源。小丽和兰德改装车辆冲向了能源，兰德吐槽小丽没事找事儿，跑去认贼作父。小丽却说自己只是需要认可罢了。车辆杀到能源基地，小布在后方断路，兰德扔下 DNA 仪器，两人跳到塔台上开始拆解能源。小布意外发现，在月球上的自己力大无穷，他3两下就将敌人击倒在地，而兰德却对小丽道歉了。他称自己之前那样苛刻都是为了刺激小丽研究出更厉害的东西，不过他现在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小丽还是第一次听见兰德道歉，顿时心中五味杂陈。这时绕后的巴兹砸烂了浮空仪器，小丽掉在地上，兰德却抓住了栏杆。当巴兹持枪准备杀死小丽时，一旁的 DNA 检测机器终于出结果了，巴兹是小丽的父亲。剑拔弩张的两人愣在了原地，兰德伺机拆掉能源，月球返回轨道，滔天巨浪瞬间消失。但3人看着 DNA 检测结果说不出话来。这时小丽开口了，甭管巴兹是不是亲生父亲，他今天都必须要将他带回地球。巴兹骂骂咧咧地抛下队友，转身开着飞船逃走了。兰德和小丽痛骂了他一顿。这时兰德拾起地上的月球控制器，趁众人没有发现，悄悄放进了口袋里。月基地的人将小丽他们当作英雄，吓得小丽掉头就跑。地球上的梅尔文遭到了逮捕。这时小丽的电话打了过去，巴兹回收计划取消，于是梅尔文再次持证上岗。在返回地球的路上，小布将之前被兰德撞基地走失的狗狗捡了回来，父女俩坦诚内心想法，准备将巴兹的事情一笔勾销。这时小丽突然发现 DNA 检测的芯片被装反了，原来是小布在帮忙装芯片的时候脑洞大开，以为月球的左右是颠倒的，于是装错了方向。当小丽将芯片重新装回后， DNA 仪器果然开口说兰德才是亲生父亲。闹了半天竟是个乌龙，藏了一整季的黑袍子终于要搞事儿了。阴暗的小房间内，黑袍子们聚集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他们要招新人了。此时的显影公司办公室内，在小布的带头欢呼声中，乌合之众终于等来了年终奖，但抠门的 JR 居然只给他们发了一个口袋。要知道今年乌合之众小队业绩超标，小丽立刻冲进办公室找 JR 要个说法，没想到 JR 却告诉小丽一个好消息，他受到了黑袍子的邀约，要升职了。而只要 JR 升职成黑袍子，小丽就是公司的新任一把手。兴奋的小丽就像过年回家收红包的小孩，嘴上说着这不好吧，身体却诚实的坐上了 JR 的办公椅。JR 传授他升职法则，老板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将人送进影子监狱，但唯独不能有底线。小丽即将升职的消息传遍公司，就连兰德都主动收拾了房间以表庆祝。 JR 宣讲了告别语录，轮到小丽上台，新官上任3把火。小丽立刻给新老员工提供了公司福利，并且以人道为本，研制出了道德批判机器，最大程度的收买了全公司，就连最难搞的邪恶蘑菇都被诱惑了。当所有人沉浸在美好未来时， JR 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公司最高机密保险箱被盗，内鬼偷走了公司的所有机密。一旦这个东西泄露，别说 JR 从升职变成出殡，整个显影公司都要跟着倒闭。但升职的事情迫在眉睫， JR 为了不让消息暴露，立刻封锁了整个显影公司。他给了接任的小丽一个任务，找出还没离开大楼的内鬼，夺回那一份阴谋机密，不然时间一到，地下池的鲨鱼会把整个显影公司的员工生吞了。说罢 JR 踩着无人机离开了，小丽只好先安抚其他员工。乌合之众在办公室内商量嫌疑人，众人率先怀疑了麦克，但小丽觉得还有个家伙的嫌疑也不小，毕竟对方一直将毁灭世界的言论挂在嘴边。于是小丽带着众人下进室审问，却发现贾总统根本没办法离开玻璃罩，相反他还带来了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打开办公室门的人有主管认证，而公司内有认证的人只有乌合之众小队。顿时小队就出现了信任危机。另一头 JR 提心吊胆的赴约，黑袍子虽然没有发现机密泄露，但这一次的邀约实则是海选，除去 JR 之外，其他秘密组织的首领也都在。光明会的奥普拉参加了这场比赛，他们要进入一个充满怪物和陷阱的迷宫厮杀，谁能活到最后就算胜利。而 JR 却相当熟悉迷宫的构造，轻松的就越过了陷阱。贾总统给出的数据让乌合之众小队变得精神紧张，他们开始相互质疑。小丽主动站了出来，从文件被盗到封锁公司的时间根本不足够盗窃者离开显影公司，他决定用相对人道的手段搜索众人的房间。首先被查的就是小布，道德机器人在小布身上查
查出了私人录音器，众人一窝蜂围住小布，就是一顿严刑拷打。小布只好坦白真相，这个录音是用来缓解他心理压力的语音日记，大家才悻悻地放过了他。而第二个查到的琪琪可就有大瓜了，他的抽屉内居然有跳槽光明会被拒的申请，而且被拒了10多次，这一下他出卖 JR 的可能性更大。琪琪破罐子破摔，说自己不是凶手，找不着就大家等着一起撤职吧。至于安德烈，他对土真剂上瘾，但 JR 不批准土真剂上市，所以他也有嫌疑。之后小丽还从格兰的柜子里搜出了伪装的衣物，他们这才知道格兰偷偷假扮学生，哄同宿舍的舍友签下美国军方实验报名。见所有人都有嫌疑，小丽不由得暴躁起来，好在她强行冷静了下来。小布劝她放轻松一些，不然事情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小丽摸着口袋想到了一个主意，利用安德烈的土真剂，让队伍众人主动说出真话，以免造成更大的团队内斗。小布被他说动，答应了下来。另一边的迷宫内 ，JR 遭到了光明会的奥普拉的威胁，内鬼偷走机密文件的消息暴露，他逼迫 JR 给自己带路，让出黑袍子的身份。为了不进影子监狱 ，JR 只好答应了奥普拉的要求。而就在这时，小丽端上了掺了土真剂的酒，借着和好的借口让众人喝了下去。因为想吐露真话的冲动太明显，于是小丽立刻质问琪琪为什么要投奔光明会。没想到琪琪是觉得办公室的人老无视他，尤其是麦克，根本就不知道他姓什么。麦克遭到了针对，奋起反抗，吐出了一堆秘密。因为他能读心，麦克抖出琪琪和安德烈在圣诞节背着他们睡了。而小布觉得小丽的母亲很 sexy。格兰对办公室所有人都有奇怪的想法，格兰恼羞成怒，说自己早想驱逐麦克了。安德烈也不小心抖露了真相，他的医生证明是他从电视剧里截图 PS 的，他根本就不是医生。格兰不敢置信，因为他的人臀基因手术还是安德烈亲手给做的呢。眼看矛盾愈演愈烈，暴躁的格兰一拍桌子，亮出武器就要打起来了。这时天花板上突然掉下了个兰德，被 JR 开除失去工作。聪明又有小丽克隆指纹的兰德瞬间就成为了乌合之众众人的怀疑目标。小丽上集才和亲爹和解，见局势不妙，赶紧挡在了几人面前。小布让小丽在朋友和一直坑女儿的爹之间选一个，但小丽觉得兰德这种无利不起早的人和乌合之众的人都不熟，他不太可能是凶手。但小布却让他一定要选一个顶罪，道德机器人都站出来询问小丽，结果小丽一句话让机器人陷入道德悖论，瞬间爆炸。小丽选择了兰德，她脱下外套扔给小布，立刻叫出了机械小熊，父女俩一跃而下到了楼下。小熊帮忙挡子弹，倒在一旁，见身后几人穷追不舍，兰德带着小丽跳入水中，在鲨鱼的追杀下躲进了兰德之前藏在公司的秘密通道。这个地方是兰德用来监视显影公司的。小丽有些失魂落魄，她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适合管理显影公司，上任第一天就给员工下药，逼迫他们说真心话。兰德安慰小丽，他已经比自己优秀了，要是兰德自己当上 boss， 恐怕第二天早上就能让和多梅子有关系的人都消失在世界上。这个密室内藏有不少监控，兰德便跑去给小丽翻办公室的监控。另一边 JR 带着奥普拉过关斩将来到最后一个房间，只有2个动物门给他们选择。于是奥普拉质问 JR 黑袍子最喜欢什么动物， JR 说是牛。奥普拉觉得骗子话不可信，于是主动站上了熊门。没想到 JR 预判了他的预判，看着奥普拉自找死路， JR 理好领带，从容不迫地站到了牛门前。此时的显影公司密室外，小布等人追了过来，录像带读条还有一大截。小丽希望兰德能阻止一下小布他们，兰德直接放出了动物机器人，格兰破门而入，房间开始自动播放音乐，一场混乱的战斗拉开序幕。兰德让小丽提高动物能量，他好直接摆平面前这些人，但小丽觉得这样不行，她阻止了战斗，主动站出来，将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如果找不出内鬼，就让众人举报他这个新老板。众人纷纷劝他再想想办法。没想到这时背后的监控突然亮起，小丽他们赶紧凑过去看，却发现入侵办公室的凶手居然是Barrows the Mole。小熊盗窃了显影公司秘密资料，因为他的任务是保护小丽。小丽常年为显影公司劳作，身体疲惫不堪，还要花费精神应付同事。小熊性格干脆，直接解决不快乐的源头，毁了小丽上班的公司，完成小丽8岁时嫁给超级男孩组合的愿望。要换个普通社畜，恐怕已经高呼致谢危机万岁。但现在的小丽半只脚踏上显影公司 CEO 之位，当然不能让小熊毁掉自己的升职加薪。没想到这一阻止，竟触发了小熊的密码锁。
关键时刻，小丽居然想不起自己的密码了。格兰心急之下扛起大炮轰向小熊，虽然资料被毁，小熊却毫发无损，而他的目标也从毁灭新影公司变成了杀死小丽的同事。众人顿时乱作一团，躲了起来。小熊曾是小丽的队友，本来岌岌可危的团队在兰德的拱火下彻底撂担子不干了。琪琪、麦克等人转头就跑，只有小布留了下来。小熊坚不可摧，要关闭它只能使用密码。于是小布提议模仿记忆碎片和盗梦空间，潜入进小丽的记忆中，找到控制小熊的密码。兰德将两人带到了记忆读取室，却不愿意让小布加入这次记忆回溯。小布只能委屈地看着父女俩跳入水池寻找记忆。而当父女俩沉浸回忆后，才发现小丽的记忆内部是一个具象化的巨大阴谋板，板子上钉着她以往的记忆片段，有胡思乱想区域和危险区域。小丽路过一张照片时，看见了一个锅盖头戴眼镜小男孩，她发现自己不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后，便主动闯进记忆询问小男孩的名字，才知道对方叫奥林。出来后的小丽发现自己脑海中多出了一段奇怪的记忆，那是她出现在那个时间段询问奥林的画面。小丽没将它放在心上，转而去寻找有小熊的记忆片段，没想到却意外发现自己的生日记忆中出现了刚才的奥林的虚影，似乎他和奥林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但对方明明就被生日宴会上的机械恐龙给吓跑了。还没等小丽想明白，兰德岔开话题将他带走。此时外界的琪琪等人被小熊逼到了绝路，不堪受辱的几人冲向了水池上方的管道，那是直通影子监狱的地方。在现在就死和生不如死之间，他们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小熊见第一目标消失，转而冲向了躲起来的兰德。小布在记忆读取罐上方张望，他转来转去，绊倒在管道上，不小心摔进了记忆罐中。见小丽和兰德都在，他打算躲起来，却被小丽记忆中的红线勾住，掉进了一段小丽毕业舞会的记忆中。见跳级的小丽被人嘲讽没有舞伴，小布站出来充当了他的舞伴。至于兰德和多美子，丝毫不在意自己10几岁的女儿跟着一个30岁的成年男性参加舞会。另一边，小丽在幼年的学院比赛上看见了年轻时的兰德，而当时的小丽还造出了人造器官青蛙。这个时候，小丽发现自己的记忆又出现了紊乱，奥林居然也在这里。小丽意识到自己脑海中居然有2种不同的记忆，却没看见兰德的面上出现了一丝心虚。离开的琪琪等人并没有被通道送往影子监狱，而是因为超载半路摔进了小丽的私人研究室。打开灯一看，众人惊讶地发现小丽的实验室内居然还吊着5个男人。这5人格兰认识，传说中的超级男孩组合。小熊居然为了小丽的愿望，把这5个人都给绑架回来了。不但如此，乌合之众还在桌上发现了小丽在私底下录制的任职的演讲录像。录像中的小丽难得敞开心扉，夸赞了乌合之众小队。几人看后感动不已，再加上超级男孩组合的劝导，他们也曾是红极一时的组合。在分道扬镳之后，只有贾斯汀活到了如今，其他人全部都凉凉了。于是众人决定再为小丽和事业奋斗一把。此时回忆中的小布跟着小丽来到了毕业舞会，但小布是个铁憨憨，上来就闹了笑话，反倒让小丽安慰起了道歉的小布。小布以为自己毁了小丽的毕业舞会，没想到他不过是妨碍小丽输出的人。小丽的性格才不会被人欺凌，她点开遥控器，装着红色颜料的水桶倾斜，在场所有嘲笑过她的学生都遭到了红颜料的反击。什么叫一个人霸凌了全校？心满意足的小丽打开电子日记本的密码，开始写日记。她很满意小布的友好态度，甚至主动告诉了小布自己很喜欢用同一个密码保管秘密。而外面的小丽因为找不到密码，决定进入脑海中的压抑回忆内寻找过往。兰德却突然拦住了小丽，行为变得十分古怪。小丽被阻止后，立刻操控红线将兰德绑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压抑的记忆内。此时的小熊还在疯狂砸门。乌合之众赶到现场时，小熊刚秒了一群人。格兰认为他们不能正面刚，要用科技打败科技，于是几人赶往地下禁地，打算用假总统去攻击小熊。假总统不愿意帮忙，他嘴硬的叫板只要自己想，区区小熊不在话下。要知道他可是战争机器。琪琪却利用激将法让假总统不得不上钩，不然就等着这么过一辈子吧。这下可把假总统气坏了，他立刻答应了帮忙。安德烈毁掉了 WiFi， 用笔记本操控了假总统的4肢。在拿到机械的第一时间，假总统先挠了个痒痒，看样子是憋了很久了。另一边，小丽来到压抑的记忆中，却发现是小学的校长劝兰德让他留级，因为他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奥林，但那个小孩又蠢又笨，衣服都穿不好，还会影响到小丽的升学速度，这让兰德非常的嫌弃奥林。小丽不明白，这些记忆压根儿不算糟糕，为什么会被他的大脑封印起来呢？这时小丽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别的力道
拽走。很快，小丽跌进了另一个回忆，在那里，小丽看见了父亲兰德。兰德利用小丽做实验，删除并篡改了他脑海中所有关于奥林的存在。兰德将小丽当作继承自己的希望，毕竟 JR 会坑他，一旦自己被赶出公司，那么小丽就是他们家继承皇位的太子。机械熊刚撕开大门，安德烈等人赶到现场，贾总统先是用冰淇淋袭击了小熊，然后他抡着假肢冲了出去，一下干碎了小熊脖子上的轴转器件。但小熊更加聪明，他一抬手就将咖啡砸在了安德烈的电脑上。这一下，贾总统的机械假肢失去控制，倒地之前他还破坏了小熊的轴轮，结果被小熊抓着脑袋砸坏了水缸。愤怒的小丽还没来得及找记忆中的兰德对峙，就从碎裂的水缸里流了出来，一睁眼就惊喜地看见了琪琪等人。乌合之众小队再次回归，替小丽阻拦小熊。小丽十分感动，然后决定亲手干碎兰德。队友在后方疯狂输出，小丽率先叛变，准备打烂兰德。兰德却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和平庸的人做朋友只会影响到小丽的未来。小丽只觉得他说的话狗屁不通，他主动叫住小熊，要求小熊放过他的同事们，自己就会主动离开。但小熊不依不饶。这时躺在地上的小布突然大叫，密码是奥林。小丽终于想起了密码，在输入密码过后，小熊应声倒下。他并非不记得密码，而是兰德删除了他关于奥林的记忆，自然也就失去了对密码的印象。对造成这一切的兰德，小丽忍无可忍，终于将这个坑女儿的父亲扫地出门。随后小丽重整心态，开始正式上任显影公司 CEO 的职位。小丽记得小布在毕业舞会上的相助，同时她也打算将贾总统移出境地，反正现在她才是老板了。而就在她准备搬入办公室的时候，黑袍子却突然出现。因为昨天的闹剧，他们觉得小丽不适合担任 CEO。小丽大惊，难不成还要放回 JR？ 黑袍子却说 JR 因为挪用养老金购买别墅，遭到了影子监狱的监禁，而新任的 CEO 居然是小丽赶走的兰德。这下小丽彻底傻眼了，人渣父亲兰德究竟如何爬上 CEO 座位？小丽和乌合之众小队又该何去何从？奥林在之后会不会有别的戏份？等着网飞第2季的阴谋办公室了。本集的彩蛋可不少，小丽喜欢的超级男孩组合确实存在，正如剧中所说，当初是红极一时的组合，后来队伍分道扬镳，只有贾斯汀继续发光发热，同队别的成员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而小布提出要找记忆时，在阴谋墙上小丽的无限重叠的照片，也是在致敬电影《记忆碎片》海报，包括小布在毕业舞会上看见的红颜料桶，出自《魔女佳丽》，一个讲述女孩遭遇校园暴力，好不容易要重获新生，却被一桶猪血毁掉了所有希望的故事。不过这边却是小丽反了过来，用来报复说她坏话的人。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阴谋办公室第1季完结，下期可能会开蜘蛛侠动漫系列经典老动漫回顾，不知道各位童年的经典动漫回忆是什么呢？